家好，我是 Polly， 欢迎大家收看，跟着 Polly 一起使用 Tableau Agent。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讲一下现在很新的这个功能 Tableau Agent。那它就是结合了生成式 AI 在它的工具里面。那我们首先看一下，就是你如果想要使用 Tableau Agent 的话，那我们必须是在它的 Tableau Cloud 上面去做使用。如果你的 server 是自建的，那这个功能就比较用不到。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 AI 它可以协助我们到什么的状况呢？那首先呢，例如说我们把这些资料导进来之后，你会发现我在online， 也就是说 Cloud 的版本的上面的话，其实长得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它的差别会差在说，你在 Cloud 的版本上面会多了这个视窗，叫做使用生成式 AI 来探索资料，那我们就可以把它按下去。那这边其实我有做了一些范例。那在看范例之前，我们看一下它 initial 的会有哪些东西。例如说，它一开始会跟你说，有什么我可以帮忙啊？那你当然可以用它的建议的方式。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建议写什么内容，它就会帮你去生成出说，假设我一开始不知道下 prompt， 它就会跟你说，我想要去看类别跟子类别它们的每一个类别的利润，那我们可以根据它的提示，我们就按下去。那它在做这个提示的时候，它就开始去处理，那叫里面的 AI 来协助帮忙做视图的这一件事情。当然，现在的 AI 它是发布在 Cloud 上面。那所以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它协助帮我们产生的，用类别还有子类别的方式，然后去看，它的利润的状况是怎么样子。这个是它的一种方式。那再来的话，这个可以不用。他的意思是说，他回复会是用英文的方式去做回复，这个我都通常按确定就没有理他。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刚刚做了一些视图，就是这个 AI 到底聪不聪明呢？好不好用呢？我觉得有些东西可以，有些东西要再调整。我们来看一下哪些东西可以，哪些不可以。例如说，我这边写说，我想知道近3年每个区域的销售趋势。那呢，这个 AI 就帮我跑出近3年，那它就跑出过去3年的这个状况。好，这个的确这是我要的，但是我的每个区域的销售趋势，其实我想要看到的是2021年长怎样，22年长怎样，23年长怎样，但它不是。所以呢，我又再跟他讲一次，我就跟他说，我想要知道2021年到2023年每个区域的销售额。那你可以发现，你要说他错吗？也没有错，因为我在下 prompt 的时候，他不晓得我其实是要看每一个年度的销售额，所以他的时间区间是帮我限定在2021到2023，没有错，他也把销售额装进来了。好，接下来呢，我就又再跟他讲一下，请以折线图呈现2021年到2023年每个区域的销售额。好，所以你看它的图片长出来的时候，每一个区域，然后年度销售额，这一次总算达到我的想要的图示了，但是我总共下了3次 prompt 才找到我要的。好，这个是折线图的 prompt。那再来的话，我也想知道它在排序上面可不可以啊，行不行？好，所以呢，我这边是下了一个关键的 prompt， 叫做2023年区间销售类别，2023区域销售的类别，那它的销售额跟利润各自是多少？那我希望它区域以销售额由大到小排序，它展出了这样子的内容。那我们可以把滑鼠移过来的确它的把销售额是放在最高没错，然后由大到小去排序。但是其实这跟我想要的还是有一点落差。例如说，如果以同样的刚刚的这个题目的话，我自己会比较倾向的是，我们看一下它
他这个订单也是帮我锁定在2023啦。那我说依这个题目，我想要的会比较像是说，我可能会把订单日期我放进去，但是我只看2023年嘛，对不对？那我在2023年我没有要它摆出来，我只是想要看，每一个区域，然后每一个类别，然后再来是销售额、利润，然后我希望它的区域可以针对我的栏位是销售额由大到小，我心中预期的其实长这样啦，但是他就没有帮我把这个叫做度量子的方式再显示出来。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需呈现度量值。好，那我们想说，来跟他讲看看，他有没有办法去针对我们这个需求，去帮我们用 AI 的方式去处理这张图呢？好，那这其实有时候也像是一个惊喜包哦。所以你看啊，我这样子写，它并没有办法达到我的效果。那如果我想要这个我刚刚自己做的这个对照图的话，要么就是像我刚刚折线图，我下3次 prompt 就对。那另外的话就是你可能要有耐心一点，多下个几次才可以达到正确的方法。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有没有办法听懂不在这里栏位的内容。我问他说，公司最畅销的产品是什么？哎呦，他就给了我一个产品，然后的销售额。那我也想知道他知不知道什么叫做最畅销。我们可以进来他的这个筛选器，然后看一下他这个底端跟顶端的这边，果然他是用 Top 1的部分。所以呢，他其实在做最畅销啊，卖的最好，这个他都听得懂。所以不一定要说它里面说销售额最高，不一定要讲到这么明确。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还蛮不错的一个地方。那再来的话，我想要看看它的年增率。我们通常在做分析的时候，想要知道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好，所以我就问他说，那公司的销售额利润年增率是怎么样？那你可以发现说，他现在帮我放的是利润跟销售额进来，但是它都是实际的数字，有吧？那我想说，哇，他会不会是听不懂年增率？所以我又故意用了一次YOY 来问他。那我们可以发现，我不管用问他年增率跟 YOY， 其实都没有达到我想要的。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他也会问你说，这个有没有帮助？你其实可以跟他说没有帮助。那你可以跟他讲，你这是不准确的。不完整的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以去提交你的想法来优化这个 AI。那这个 AI agent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改善以前有一个叫做 Ask Data 的这个功能。那在 Ask Data 的功能，其实在 Tableau 很早就把 NLP 的这个概念放在它的产品里面啊，只是说近年来 LLM 生成式 AI 大爆发之后，它当然也不弱人后，就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了。那有些人会想说，为什么每一次他的回答都是写说用英文的方式去显示？那你当然你也可以跟他就是去描述完你的问题之后，请他用中文显示。例如说，我现在说，我想知道每个产品的利润，请用中文回答。好，像是这样子的方式的话，他等等做图跟他回复的话，就是尤其是回复的这边，他就会用中文的方式去做呈现。那今天呢就好来看一下，好，你看，好的，我已经创建一个条形图，然后显示每一个产品的总利润。好，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你希望他的回复是用中文，你就可以跟他说，请用中文回答，他就会回答出来了。那今天其实针对
Tableau Agent 做一个粗浅的一个介绍。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可以透过 online 的账号来玩玩看。那记得呢，它就是透过上面的这个按钮哦。那如果你不想看到，你就是把它关掉；想看到就把它打开。那我自己是觉得，依我自己蛮会去做拖拉的视图的人来讲，这个 agent 对我来讲是好玩大于实用。但如果说你是一个不确定怎么样去做这个视图，但是假设你是个主管，你想要马上知道说这些状况的话，我觉得这个工具是可以帮到你的，但你的 prompt 也要下得很精确，才可以去做到你想要的内容。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如果有什么问题，也欢迎留言跟我交流咯。谢谢大家，拜拜。